中学生被严格要求不能在学校时间使用智能手机和手表。上课不能用，课间休息也不能用，所以在等待课程辅助活动开始前也不能够使用。但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学生不要沉迷手机，到底能起到多大的效果？重点不在关注时间，更多的是要培养这种中学生的自我管理技能。当你跟孩子说，你不能刷手机，他说，妈妈，你也在刷，为什么不能刷？这个用手机的事情，应该自己管自己呢，还是要别人来管你？我认为自己管自己更有效率。为了不要让学生沉迷手机，教育部从今年1月开始，进一步限制了全国中学学生用手机的时间。之前只要上课不用就行，但现在无论是下课、吃饭休息，还是 CCA， 都一律不准用智能手机和手表了。那我看到很多网民的留言啊，都很支持这项措施，甚至觉得它来得太迟了。但还有另外一股声音在担心，这样的教育方式到底能不能让学生学会自律，在家里也可以少滑手机呢？让我们去了解一下。我来到5级8都中学，这里从去年6月就开始用指定的储物柜来存放学生的手机。其实这些储物柜之前就有了，可是主要是用来存放学生的个人学习电子配备。这些储物柜呢，他们现在也用来存放他们的手机。一开始作为一种提醒，老师们会检查学生们是否有把手机放进储物柜。但是我们接下来不打算继续这么做，因为我们相信，也觉得重点在于让学生理解这项措施实施的意义，让他们培养起责任心和自我管理的能力。但手机上锁之后，也给学生带来了其他方面的影响。校方告诉我，一些学生平时在食堂不带钱包，都是用手机扫码买食物。为了方便学生，食堂提供了一通卡的支付方式，并且安装了检查余额的读卡器。另一方面，学校也鼓励学生在休息时间租借运动器材和设施，多一些与同学社交和互动的机会。但我更好奇的是，学生对这些变化有什么看法？我们一整天都没有用到手机嘛，那现在你的 break time 跟之前做的事情有什么不一样呢？以前有手机的时候，大家都会各自在课室里面刷手机，但是现在没有了手机，我会主动邀约同学们到食堂里进食，还有聊天，促进我们的感情。以前我会和朋友组队，然后一起打游戏，但现在呢，我会和朋友在课室外面，一起打牌。我有同学会带他们的篮球，就在休息时间他们会打篮球。如果学校里面没有严格禁止你，他不管你，你自己可以管得了你自己吗？我认为我自己管得了自己，因为我在手机上设了 screen time， 就是差不多1个小时。以前差不多中一的时候，我拿到手机的时候，我父母就会监督我，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拥有自己的手机嘛，所以我就会控制不了自己，所以他们才会自己设一个 screen time。你回到家里的时候，会不会想要更多的用手机呢？其实是会的，因为就是报复性的方式，然后学校不能用手机的话，在家里就把学校没人刷了，然后刷回来。但是我也会尝试变得更自律。这个用手机的事情，应该自己管自己呢，还是要别人来管你？当你自己要控制自己的时候，才会想把手机放到一旁。如果人家控制你的话，你可能会变叛逆，然后你还是会想要用手机的冲动。让学生少用手机，需要一个培养良好习惯的过程。那根据教育部的说法，每一所学校都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去决定如何去监管学生的手机。一些学校就没有没收手机，而是允许学生把手机放在书包里，培养学生的自制力。但也有学校专门设立了这些手机柜，让学生上交，由学校来保管。像新加坡这样在学校严格禁用手机的还有很多国家。你看，截至2024年年底，全球有79个教育体系在法律或政策上禁止学生在校园使用手机，其中就包括法国、中国、巴西还有俄罗斯等等。
那澳洲就更严格了，他们在1月10日起就禁止16岁以下的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。但这些做法真的就足够了吗？当学生回到家里，家长又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呢？学校就是说阻止他们利用手机的话，在课堂的时间是很好的，但能不能阻止他们用手机的时间，其实是真的不足够，因为自己回家的路程上在公共交通上，他就报复性的刷手机。但其实现今社会，家长刷手机的程度也是大的，所以确实它起到一个冲突点。当你跟孩子说，你不能刷手机，他说妈妈你也在刷，为什么不能刷？所以它这是有一个我们所谓的就是一个拉扯的一个过程。屏幕时间只是提醒而已，但是我觉得最本质的问题可能不是时间本身，而是他是否在使用数码设备做负责任的有益的事儿，就是培养出一个良好的数码使用习惯。我们的目的肯定不是说就禁止他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使用，把 screen time 减成0。我自己也是作为一个家长，所以我当时也是在跟我的小儿子刚刚上中1，所以我们也在讨论这个问题。那么我的建议呢，先记录一下自己的这个手机使用习惯，就是包括大概时间多长，都是在哪里做了些什么，然后进行一下反思，有些东西是需要我调整吗？那比方说，如果你要是想减少个半个小时，那么你可以慢慢的来减少。我觉得主要是它内在，那么我们外界是在他们心智还不够成熟的时候，我们帮助他一下。根据新加坡政策研究所2025年的调查，本地青少年看屏幕的时间每天将近8个半小时。但我们该怎么做才能让孩子学会更节制、更负责的去使用手机呢？最没有用的就是骂跟喊其实我们经历过那个喊跟骂的那个阶段，其实没有用，因为大家都后期大家的心情都很不好。我也是有装 app， 那个 app 本身它有一个控制时间的，它只要到了那个 internet 的时间4个小时，它就会自动关机。现在小孩子都不希望我们检查手机，因为个人自由嘛。当然以身作则也是好的，所以对吃饭的时间我们也是不用手机的，即便是有公事要谈，我们也会把手机放下。所以当孩子看到你也把手机放下的时候，他就没有理由再把手机拿起来。你自己认为的话，用什么方法会更好的来管理你的手机时间？比如说在家里，父母可以抽出1个小时的时间来陪伴学生。这个1个小时可以用来做家庭活动，例如去公园散步或者看电影什么的，就是这1个小时限制使用手机，然后去促进家庭的感情。其实大多数的学生还是理解这项措施实施的意义的，那可能是针对某一些可能不太明白，也不太理解为什么要实施这样的一个措施的学生，我们就需要进一步的引导和辅导。其实最后都是为了他们好。